乌军在库尔斯克持续反攻，发动电子战，压制俄军战机和无人机，发射导弹袭击俄军第3754基地。俄军为抵挡乌军攻势，进攻苏美洲受挫，并在库尔斯克发动机械化攻势。乌军77旅、79旅成功打退库皮扬斯克俄军攻势。库拉霍沃2辆乌军坦克与4辆俄军坦克展开遭遇战，激情互射。乌南地区，乌军一天摧毁5套俄军防空系统，狂轰金伯恩沙嘴，这是在为收复赫尔松左岸做准备吗？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大规模反攻还在持续。1月6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乌军在波列诺耶、贝尔丁、诺沃斯托尼斯基展开了排挤机械化攻势。行动中，乌军使用大量电子战设备对来袭的乌军无人机和战机进行压制，使其难以发挥有效的空袭。之后，乌军地面部队在打退俄军第30摩托化步枪团、第2特种部队旅以及车臣阿赫马特部队后，快速排雷推进。俄方消息称，如今乌军已经控制贝尔丁村，并深入推进了5到8公里，而且控制区还在不断扩大。此外，为了配合前线地面行动，乌军还对库尔斯克州后方的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精准打击。俄军在库尔斯克的作战总部1月6日报告说，乌军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和不知数量的无人机，袭击了俄军后方的第3754中央航空技术基地，基地内传出了剧烈爆炸声。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抵挡乌军攻势，俄军期间调集了一些装甲部队前往苏梅边境，试图通过攻击乌克兰并迫使乌军回防，但俄军计划很快被乌军发现。最终，俄军装甲纵队在小洛克尼亚附近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挨个点名，被悉数摧毁。俄军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也开始在库尔斯克发动大规模攻势。据战报显示，俄军安排第155旅、第810海军陆战旅以及第106空降师东拼西凑了40辆装甲车，对马来亚洛克尼亚、维克托洛夫卡以及利奥尼多沃方向的乌军发起了进攻。甚至俄罗斯还紧急派遣了高级将领前来督战，亲自指挥队伍的防御作战。对此，车臣阿赫马特营长阿普蒂·阿劳迪诺夫少将充满信心地宣布，乌军的反攻必将失败。但一些理智的军事博主并不这么认为，他们通过大量库尔斯克收集的镜头发现，虽然俄军利用光纤 FPV 无人机击中了乌军战车，但更多的镜头却是俄军坦克、BMP 战车触雷和被乌军无人机命中的视频。另外，俄罗斯军事博主罗曼诺夫也强调称，乌军此轮进攻远没有达到巅峰。他认为乌军的主攻目标不在这里，而是通过哈尔科夫环城公路朝苏梅方向集结部队，向比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交界处发起攻击，真正的战斗可能还在后面。总之，如今的库尔斯克战场各处都在交火，战线上乌军已经突破了马尔蒂诺夫卡、大索尔达托夫斯克耶等地，但乌俄双方的攻势规模、战况变化仍不清楚，很多地方仍处于灰色地带。人员损伤上，泽连斯基1月6日表示，经过5个月的战斗，俄军在库尔斯克已经损失了38000名士兵，其中至少15000人死亡。对于乌克兰突然发起的反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6日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控制区面积将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前线方向，乌军狂轰金伯恩沙嘴，为反攻赫尔松左岸做准备。哈尔科夫方向受乌军在库尔斯克新攻势的影响，乌克兰奥列赫西内胡波夫局长表示，俄军减少了哈尔科夫州北部的地面袭击，战线暂无变化。库皮扬斯克方向1月6日夜间出动装甲纵队和无人机，向彼得罗巴普利夫卡、辛基夫卡以及奥斯基尔河渡口发起了偷袭，但遭到了乌军第77旅、第92旅以及布列维旅的联合阻击，成功打退了俄军攻势，并摧毁了俄军13辆坦克装甲车。俄军战力之所以如此不堪，除了此前提到的都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外，还有就是在此次行动期间，据乌军无人机营指挥官称，俄军装甲车数量短缺，即便来回运送步兵至前线，也只是杯水车薪。大部分俄军都是徒步走到的前线，有时甚至要走上10公里。而俄军指挥官为了保证袭击的突然性，直接让精疲力尽的俄军士兵发起夜袭，战斗力自然提不上来。另一方面，乌方消息还称，受恶劣天气影响，俄军无法有效收集战场情报，但俄军指挥官总是喜欢在这样的情况下派遣步兵进行攻击。特尔尼方向，乌军正在伊万尼夫卡城区和西南部的田野与俄军第144摩托化旅展开激战，目前战况未明，该地区处于灰色地带。西维尔斯克方向，卢甘斯克州军事管理局负责人阿尔乔姆·利索霍尔表示，
乌军在比洛格里夫卡附近数次击退了俄军2到4人的火力侦察小组，使俄军没有取得任何确认的进展。托列茨克方向局势恶化，俄军为了扩大控制，于1月6日组建数量不详的装甲纵队，对谢尔比尼夫卡发起了袭击，同时安排小步兵群对废矿堆10号进行两侧包抄作战。截至1月6日，战争研究所评估称，俄军已经占领该定居点 69.4% 的区域。红军村方向1月6日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俄两军交战于红军村西南地区的沃夫科夫、索洛内、乌克兰因卡以及南部的达琴斯克。其中，在沃夫科夫，战役地图显示，俄军开始从东北部向红军村推进。库拉霍方向，乌军2辆坦克在叶利扎维季夫卡郊区遭遇了俄军第5坦克旅的4辆坦克，随即双方展开近距离交火，双方边打边退，互射炮弹，最终一东一西进行了撤离。而在视频结尾，似乎是 F 学无人机命中坦克，战损结果有待进一步披露。乌南地区，乌军继续加大了对俄防空系统的打击，仅仅1天就使用无人机摧毁了5套俄军防空系统，其中包括2套铠甲 S1、2套 S300 防空系统和1辆 OS 防空导弹发射车。乌军无人机越打越凶，俄军开始抱怨没有针对乌军无人机的保护措施。据统计，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俄军已经损失了1039套防空系统。此外，乌军无人机袭击还在持续影响俄军在黑海的行动。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普列滕丘克上尉1月6日报告说，在乌军摧毁俄罗斯渡轮后，俄罗斯一直在使用刻赤大桥进行燃料运输，因此俄军加大了对大桥的防护，不仅安排了饱和式的梯队防空力量，还在黑海可能是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部署了一艘潜艇进行守护，以防乌克兰海军和无人机的突然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最近几天还加大了对金伯恩沙嘴的轰炸，期间向该地西南部的俄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炮击，接着发射大量无人机，在空中用火力覆盖了这一区域。乌军如此行为，难道是在为收复赫尔松左岸或克里米亚做了准备？金伯恩沙嘴距离乌克兰最东部的黑海港口奥恰基夫港仅4公里左右，因此俄军一般会从这里对尼古拉耶夫州南部和乌克兰控制的黑海沿岸的其他地区进行导弹核攻击。同时，这里也是通往赫尔松市和尼古拉耶夫市的主要港口。因此，乌军轰炸乃至夺取这里的行动，一方面是在打击俄军运输船的同时，保证乌克兰货轮能够自由进出黑海，稳定国际粮食的供应；另一方面，乌军控制了金伯恩沙嘴后，能缓解俄军对乌克兰控制的黑海沿岸地区的打击，也能让乌军绕过俄罗斯在第聂伯河沿岸建立的防御阵地，从而展开突袭行动。这比从正面打退俄军强渡第聂伯河相对容易一些。而且乌克兰官员一直表示要夺回克里米亚，若是乌军能夺回金伯恩半岛，乌克兰海军也能在黑海展开更多的行动，为拿下克里米亚奠定基础。1月6日，俄军新增伤亡1550人，坦克、火炮、装甲车损失持续走高。关于和谈，泽连斯基已明确了自己的步骤，即先让乌克兰变得强大，获得安全保障后才能开始谈判，结束战争。他呼吁从俄罗斯冻结的资产中拿出3000亿美元来购买美国武器，并称在特朗普就职后会先和特朗普坐下来商讨如何阻止俄罗斯保障乌克兰安全保障，然后再和俄罗斯对话。这样的态度和做法与 Defense 24分析师的看法一致。在 Defense 24的一份报告中，由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等人倡导的强制乌克兰停火倡议，被认为是俄军重建军事实力，为在未来继续入侵邻国的借口。该报道指出，莫斯科已经清楚认识到，以目前俄军兵力和装甲损耗是无法支持俄罗斯取得胜利的。严重的资源短缺才是促使着俄罗斯推动停火的原因，而非出于对和平的承诺。乌克兰方面，该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报道称，在北约、欧盟的支持下，乌军部队已被证明具备精良的装备和坚韧的战斗意志。因此，若是强制停火，将会使俄军得到喘息，并为下一次进攻做准备。而且，俄军下一次目标可能会放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据防卫博客报道，乌克兰第12亚速特战旅正将从战场上俘获的俄军 T90M 坦克残骸进行拼装，使其成为一种新式战车。该战车的炮塔和装甲均来自 T90M 坦克，炮盾周围的构件似乎也取自 T90M。至于车身部分，乌军则安装了有未知名的反应装甲，以及类似俄军 T80 BVM 战车的侧裙装甲。总而言之，该战车的部件组装来源不一，但其整体战力并不弱。同时，这辆拼装战车的出现，侧面反映出乌军的开创性战术以及强大的作战适应力。
反观俄罗斯方面，普京此前对外宣称 T90M 坦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坦克，但截至目前，乌军已摧毁、俘获122辆 T90M 坦克。如今，该坦克的零部件更是被乌克兰回收利用，成为了打击俄军的新型武器。进入2025年，加沙再度传来以哈停火的消息。据法新社报道，哈马斯领导层对外透露，该组织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全面的停火协议。其中一名哈马斯高层还表示，在协议的第一阶段将会释放34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不过，哈马斯需要花费时间来确定这些人员目前的健康状态。言外之意，即这些人员在被扣押过程中存在离世的可能。随后，据 YNET 报道，为保证被扣押人员的安全，以色列方面已在考虑这项释放协议。不过，其计划要求哈马斯先释放出几名被扣押人员作为回应，以军则会在加沙停火几天。但接下来，哈马斯必须要向以色列提交全部还幸存着的被扣押人员名单，到时候以色列才会考虑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谈判协议。总而言之，目前的加沙停火谈判依然属于僵局。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那么停火只能是空谈。而此时，距离特朗普上任已不足2周时间。他曾表示，如果哈马斯在他的就职日前还没有将被扣押人员全部释放，那么该组织将面临严重后果。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在特朗普就任后，其对中东地区的态度将会更加强硬。虽然说以哈确实在准备停火谈判事宜，但双方的军事行动却从未停止。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哈马斯似乎正在加沙地带重新组织人手。同时，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也指出，哈马斯与其他武装组织的兵力已达2万至2.3万人。在此之前，以军声称已清除了1.7万至2万名哈马斯与其他武装组织成员，且还有1.4万名至1.6万名哈马斯成员受伤。照此来看，哈马斯应该已经元气大伤。但若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属实，即哈马斯现有兵力仍有2万至2.3万人，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哈马斯又招募了一支全新的军队，其中有9000人将分布在加沙北部和南部，圣战者旅有4000人，另有7000至1万名其他组织的士兵分散在整个加沙地带。值得一提的是，以军曾对加沙地带发动过多次大规模空袭和地面行动，但仍未将哈马斯彻底清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地下隧道网络。通过这些隧道，哈马斯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武器和物资，并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例如，在努萨拉特、戴尔巴拉赫、汉尤尼斯、布雷杰和马加奇等重要城市，哈马斯通过地下隧道网络保持稳定控制。再加上以军在这些地区的地面行动相对较少，使得哈马斯能够保持其地下设施的相对完整，从而为其武装力量提供庇护和机动空间。因此，以色列想要完全消灭哈马斯，就必须先摧毁其地下隧道网络。然而，这并非易事，否则以军早就做到了。另一方面，以色列对一直拒绝撤军的黎巴嫩真主党发出了攻击警告。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公开表示，如果真主党仍然不从黎巴嫩南部撤兵，那么以军将被迫采取行动。卡茨强调，以色列有意执行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但真主党必须履行协议上的要求，撤到利塔尼河以北，否则的话，以色列很可能会重启对真主党的打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原计划提供给埃及的9500万美元军事援助转移至黎巴嫩，用于提升黎巴嫩部队的专业化水平，以更好地维护双方停火协议。据韩联社1月6日报道，朝鲜当天正午在平壤郊区的发射场朝东北方向发射了一枚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据悉，朝鲜的这次导弹发射行动由朝鲜导弹总局局长张昌和亲自指导，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通过视频画面实时观测了全过程。另据韩国军方提供的数据，朝鲜这枚高超音速导弹发动机机身采用了新型碳纤维复合材料，提升了动力性能，致使导弹的弹头部分速度达到12马赫，还采用了变轨飞行方式，第一次顶点高度达 99.8 公里，第二次顶点高度达 42.5 公里，最后落在1500公里之外，公海上的模拟靶标水域。这是朝鲜2025年以来第一次发射弹道导弹，上一次还是在去年的11月5日，当时朝鲜发射了短程弹道导弹。自从去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来，朝鲜便一直再未发射弹道导弹。而在距离特朗普上任不足2周时间内再度发射导弹，分析人士据此认为，朝鲜在韩国局势动荡之际射弹，此举或意在试探韩军的应对态势。目前韩国军方正在加强监视和戒备态势，并与美日两国密切共享朝鲜导弹情报。与此同时，据法新社1月6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当天访问了韩国，而尹锡悦的逮捕令也将于当天到期。不过，布林肯并没有与尹锡悦会面的计划，他将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对列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预计在此次访问中，布林肯不会涉及到韩国的内部问题。
或将重点放在政策的连续性上，以尝试进一步稳固美日韩三国关系。而待这次会谈结束后，布林肯还将前往日本，接着又将会前往法国。根据媒体报道，受乌俄战争影响，爱沙尼亚目前正在全面增强军备，其中在战术卡车方面，由于现役运输车队老化严重，该国将采购全新的现代化战术卡车，目前已选定由沃尔沃集团定制的4x4和6x6版本的 FMX 卡车。这两款卡车军民通用，维护成本相对较低，且还都采用了独特设计，能够适应各种恶劣气候和崎岖地形，可用于执行运输装备、人员等各式后勤任务。此外，其搭载的现代安全技术与驾驶辅助系统还能够提供额外的保护措施及操作便利性。在无人机方面，爱沙尼亚弗兰肯堡科技公司开发了一款新式微型导弹。按照该公司的说法，这款导弹代号为马克1型，与常规型的导弹相比，其生产成本更低，生产速度更快，再加上采用人工智能软件来进行锁敌，可专门用来对付低空无人机，能够有效打击飞行高度在2000米以下的各式无人机。本月将在乌克兰进行首次实战测试，不过尚未公开具体的测试地点。此外，目前弗兰肯堡科技公司已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设有办公室，还即将在英国开设新据点。一旦爱沙尼亚的这一款马克1型导弹通过测试，后续将成为打击俄军无人机的一大利器。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的乌俄战场上，乌军主要依赖电站传感器、干扰器和小型武器来击落俄军无人机。有鉴于此，除爱沙尼亚外，其他国家的国防公司也在尝试低成本应对无人机的方案。例如，洛马公司研发的微型直击摧毁导弹，这是一种可摧毁火箭与火炮的小型短程防空系统。欧洲导弹集团也推出了类似的反无人机导弹。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2025年开始，土耳其正式启动3个大型国产项目，其为国家航空母舰，代号为 MU-GEM。其全长285米，宽72米，吃水10.1米，排水量6万吨，船员编制800人。动力方面，采用全燃联合动力推进系统，由4台燃气轮机提供动力，最大航速每小时46公里，经济航速每小时26公里时，续航里程为18520公里。武器方面，配备有6座25毫米遥控武器站，4座35毫米格克德尼兹近防武器系统，4组8连装 MID LAS 垂直发射系统。舰载方面将搭载50架舰载机，其中甲板上可容纳20架，机库可容纳30架，包括有人驾驶战机和无人机，具体为自由鸟轻型攻击机、安卡3无人机、红苹果无人机以及 TB3 无人机。此外，其将配备3条跑道，其中2条用于起飞，另外1条用于降落。在服役初期，该航母将不配备弹射系统，而是采用模块化滑跃跳台设计。不过，土耳其工程师已在研发国产弹射系统，预计未来将取代模块化滑跃跳台，进一步提升航母的作战能力。其2为 TF-2000防空驱逐舰，由伊斯坦布尔海军造船厂建造，能够探测低中高空、短中远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以及摧毁非弹道导弹。其全长149米，宽21.3米，吃水5.75米，排水量8300吨。动力方面，采用柴燃交替推进系统，由2台柴油发动机和2台燃气轮机提供动力，最大航速每小时48公里，续航里程9260公里。武器方面，配备有1座127毫米舰炮，1座莱文特近程防空导弹发射器，1座35毫米格克德尼兹近防武器系统，4座25毫米遥控武器站，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器。此外，还有96单元 MID LAS 垂直发射系统，其中32单元安装在舰首，另外64单元安装在舰中部，能够发射各种土耳其国产新型导弹。其3为 MLD-EN 潜艇，由格尔居克海军造船厂负责建造，计划于2030年代中期交付，其长度超过80米，水面排水量约为2700吨，将配备绝气推进系统，能够改善静音能力和作战耐力，并能使潜艇长时间潜航而不用浮出水面，从而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性。在武器方面，将配备阿卡亚重型鱼雷，这是一种专为反舰和反潜战而设计的土耳其国产武器。此外 ，MILD-EN 潜艇还将配备阿特马卡反舰巡航导弹，这是一种用于打击海基目标的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未来还将装备旅行者远程巡航导弹，以扩大对陆基目标的纵深打击能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军狂轰进伯恩沙嘴是在为反攻赫尔松左岸做准备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